注意看，侯爵府的嫡长女凯瑟琳竟被自己的庶出妹妹和未婚夫联手下药，准备将她丢给一个肮脏的流氓，让她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那个道貌岸然的未婚夫能名正言顺的退婚。此刻，凯瑟琳浑身燥热，意识逐渐模糊。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踉跄地逃离了那个充满阴谋的房间。就在她快要被身后的流氓追上时，她慌不择路地闯进了另一间禅房。房间里，一个气度不凡的男人正闭目养神。看着男人俊朗的面容，凯瑟琳心一横，与其被恶心的流氓玷污，不如选择眼前这个陌生但顺眼的男人。她扑上前去，用尽最后的力气求他救救自己。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惊到，看着女人迷离又决绝的眼神，他体内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就这样，一场由阴谋引发的意外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第二天清晨，凯瑟琳从宿醉般的昏沉中醒来，看着身旁的陌生男人，昨夜的疯狂记忆涌上心头。她只想尽快离开，当一切都没发生过。男人却一把拉住她，质问她睡完就想跑。凯瑟琳解释自己已有未婚夫，并拿出一根金簪作为报答。男人听到她有婚约，眼神瞬间冰冷，但随后又告诉她一个惊天秘密，她是不育之身，让她不必担心怀孕。凯瑟琳刚松一口气，房门就被人一脚踹开。她的好妹妹露辛达和未婚夫阿尔宾王子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冲进来，准备上演一出捉奸在床的好戏。然而，当他们发现房里只有衣衫不整的凯瑟琳时，顿时傻了眼。那个被安排的流氓呢？就在这时，下人来报，后山发现一具被剁成碎块的胡子大汉尸体。露辛达脸色煞白，他知道计划彻底失败了。眼看奸计败露，阿尔宾和露辛达索性撕破了脸皮。阿尔宾当众承认，昨晚的阴谋就是他一手策划，目的就是为了毁掉凯瑟琳的名声，好跟他退婚，然后迎娶已经怀上自己孩子的露辛达。更无耻的是，他们还计划让这个孩子过继给当今不育的皇帝，成为未来的太子。看着眼前这对狗男女的无耻嘴脸，凯瑟琳的心彻底碎了。她没想到青梅竹马的未婚夫竟会如此歹毒。为了逼迫凯瑟琳彻底放弃婚约，露辛达甚至抓来了凯瑟琳年幼的亲弟弟塞穆尔作为要挟。看着弟弟被打得遍体鳞伤，凯瑟琳含泪签下了更换婚约的文书。随后，这对蛇蝎心肠的男女扒光了凯瑟琳姐弟身上的华服，像扔垃圾一样将他们赶出了侯爵府。另一边，那个与凯瑟琳共度一夜的男人，也就是当今的皇帝，很快查清了女人的身份。她正是奥尔森侯爵府的嫡长女，阿尔宾王子的未婚妻凯瑟琳。皇帝对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收到阿尔宾和侯爵夫请求更换婚约的奏折时，他非但没有拒绝，反而饶有兴致地批准了。他倒要看看这个走投无路的女人会不会来求自己。可他万万没想到，被赶出家门的凯瑟琳宁愿在街头做苦力，靠刺绣赚钱养活弟弟，也绝不向任何人低头。然而没过多久，凯瑟琳就发现自己总是恶心干呕，越是也迟迟未来。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上心头，她怀孕了。可那个男人明明说自己不育，他为什么要撒谎？皇帝在宫里等了又等，始终不见凯瑟琳的身影。他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微服私访，亲自去东市找她。他刚到东市，就看到一个富家公子哥正对凯瑟琳动手动脚。皇帝怒火中烧，一个眼神，身边的侍卫就将那纨绔子弟的家族连根拔起。当他救下凯瑟琳，却听到他为了保护自己喊出我怀孕了时，皇帝彻底懵了。他质问凯瑟琳怀的到底是谁的野种。凯瑟琳被他的话刺痛，愤怒地表示孩子是他一个人的，与他无关。皇帝立刻召来御医诊断，结果让他欣喜若狂。御医说，他虽然被人下毒导致子嗣艰难，但并非完全不育，在极小的概率下还是可能让女子受孕的。而3个月的时间刚好与那一夜完全对上，他终于有后了。狂喜的皇帝立刻将凯瑟琳姐弟安置在一处豪华的私宅中，赐予无数金银珠宝和华服，并派了大量仆人和暗卫保护。但他依旧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是皇室远亲，名叫加文哈丁。凯瑟琳虽然被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打动，但心中始终存有疑虑。转眼到了凯瑟琳母亲的忌日，她带着弟弟回到侯爵府祭拜，却遭到了露辛达和阿尔宾的百般刁难。露辛达要求凯瑟琳必须磕100个响头才让她进去。为了祭拜母亲，凯瑟琳忍辱负重，一头又一头地磕在冰冷的石板上。可当她磕完100个头，露辛达非但没有兑现承诺，反而让人将母亲的灵位扔了出来，当着她的面摔得粉碎。
丧母之痛和毁牌之辱让凯瑟琳彻底爆发，她疯了一样冲向露辛达，一把将她推倒在地。阿尔宾见状大惊失色，怒骂凯瑟琳竟敢谋害未来的太子之母，这是叛国的大罪。恶毒的露辛达更是拿起一把刀，要亲手剖开凯瑟琳的肚子，将她腹中的野种剁碎喂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通报划破长空，皇帝驾到。